有时候 GoGo 的收入其实比正职还要高。这么多，我也只上周末，然后我都比小费嘛。哦，曾经有人说他们带坏了这个风气。哦，你有去过哪几个国家表演过？我去过日本、韩国、泰国，然后新加坡被遣返。啊？为什么？既然车，我觉得这集太失控了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拍片前呢，先做个仪式。干嘛？不要走那么难过。有歪了吧？我先有一点。好了，讲切啊 ，Hugo，压台。今天我要拍的主题是 GoGo 的职业秘辛。自从上次我访问了 Ivan， 一直提到我们的 Hugo， 所以今天就特别请到了我们的 Hugo 来这个主题。哎，你没有提到我先走啊？对，算是 GoGo 啊。哦，对，我是维高。没有，你10月就要出道。我摩萨不是说没有吗？有，同志游行有你啊？没有说那时候6月延到10月。我要去健身。那我想请问一下 Hugo， 当初为什么接触到 GoGo 这个职业？是因为我在 G-Star 跳认识的小冠。你说在上面跳排舞吗 ？Ethereal 啊，是 Ethereal。No Ethereal。美乐蒂小姐念的是 UCLA， 还有你有听到那个 L 有多里面？还在 UCLA 是呀。然后小冠就引荐我去跳GoGo。那你那时候对于 GoGo 想法是怎么样？一开始我那时候还在高雄当兵，就会有人戏弄你说啊，不然你就去当 GoGo 啊。然后我那时候说我才不要嘞。一开始都这样。大家可能会觉得对 GoGo 可能有一个误解，可能就会觉得说类似 Money Boy。啊，对，这样可以让人欺凌的感觉。错，对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No， 那时候对 GoGo 有一个误会。其实我那时候最主要原因是想要赚零用钱。对，你知道台北生活很辛苦。那真的有赚到了吗？他买一栋房。我要讲什么啦？哦，你买那种房子啊？不是，有时候 GoGo 的收入其实比正职还要高。那时候正职哎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平面设计师，到5上班，6日我接表演或是飞出国。你说一个月里面一个月里面有8天的工作时间跳 GoGo， 就比你一个月的7天啦，一个礼拜7天。他说一个月如果有8天，一个月有8天的跳舞，你4个礼拜啊，假日6日啊，8天，我觉得我们录不下去了。对啊，所以就8天你就 cover 过正职的钱。对，这么多，我也只上周末，然后我都比小费嘛。哦。那时候去国外表演是有表演费跟小费，而且还包吃包住。没有包吃啊，吃是部分就是看店家愿不愿意。可能只有便当。哎，没有便当，没有便当吗？因为我们去跳演唱会，至少还有便当。对。那请问一下雅蒂，这是怎么样接到 GoGo？ 一开始找他跳 GoGo，他就是完全不想。没有，我只是没自信，毕竟大家身材都这么好，骨瘦如柴。我记得你第一次跳是跳游艇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第一次是游轮，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接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贪图上游轮。我就只是为了上游轮。我们勤俭的人。对，我没有想要跳 GoGo，我只是为了说啊，可以去游轮玩，可以去冲绳。殊不知就开启了这条路。对，后来出去之后就刚好认识安东尼在游轮上面，然后那时候被我开了，我去里面当 dancer 嘛。谁发生什么事没有 GoGo 了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要来跳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吗？”那你是跳3年了，2019到现在。对耶。我是学姐，我是大学姐，我是她的学妹。哎，那请问一下雅蒂的见解是什么？我那时候好了，就是会觉得以前的 GoGo 比较没有像他们这样子这么热力四射、认真跳舞，扭一扭就有钱赚。但是我知道健身非常的困难，平时就要维持身材，很累，很不想去健身。听说刚刚有人吃饭的时候还在帮衬，对，你看，觉得他们虽然不需要那么认真跳舞，可是健身这一块我还是很佩服。他真的很认真跳舞，他大巴出来给我旋转，给我跪在地上。我跟你说，曾经有人说他们带坏了这个风气。谁说？真的是带坏耶！GoGo 他们会觉得我们不用练舞，我们只要我们好好的在那边。现在 huge 跟杰恩出来，他们就不用活了。哎，我要说是你们不经济哦，开玩笑，卡掉。我必须说，一开始的 GoGo 确实就是没有要求到这么严，基本上大家就想看脸蛋跟身材。其实一开始去日本，像那种二丁目，你去看他们酒吧，他们就是 GoGo 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对他们就这样子，而且都比较偏肉重。可是其实本来 GoGo 就是这样，这才叫 GoGo。只要这样，因为你们跳得很认真，就拿不到小费了。对，你就没有空拿小费。对啊，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被音乐控制。你要不要一些你们爱的歌，例如，不是，要不要来一个 Bring It
Baby can't you see？ 哦，如果这样子跳合理吗？那想请问一下 Hugo， 你有去过哪几个国家表演过？我去过日本、韩国、泰国，然后新加坡被遣返。啊？为什么？那时候我去的时候，我就走了一个印度海关。我朋友后来跟我讲说，不不能走那边，不要走印度海关。他说印度海关通常都是会有点刁难，你要走看起来是华人脸的那一种。他不会跟我讲遣返原因是什么。反正我那时候只有带人民币去，我还有韩币，因为那时候是从韩国飞到中国之后直接飞新加坡。真的是女明星哎，确实很忙，比我在然后 UCLA 还忙。靠腰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想说要带那个韩币跟人民币去换新加坡币。然后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问东问西，就连我的住宿环球影城的票都给他，那他就是不让我进去。我那天就戴了棒球帽，然后背心，手上穿金戴银。然后那时候我的住宿的地方在中国城附近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反正我朋友就说海关可能以为我是去那边当马国。你太美了。不是啊，他穿成那样，你不能拿照片给他看，看起来就有问题。他看起来比较像是 rap 歌手。反正我就是搭过去之后就被遣返了这样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去过那么多地方表演，哪个地方表演最好？就有一些比较 you know 很棒的。其实我觉得只要出国都好，出国你会有一种一直去认识新的人。例如说我们工作是晚上嘛，你可以白天的时候去旅游。像那时候我去四川、重庆、成都，就去走那些老街小巷，有一种看到课本上历史课本上那个紫禁城就在你面前。你去紫禁城跳狗狗 boy？ 没有，旅游的部分就是你可以用闲暇时间去旅游。那国宝去跳国外很爽哎，因为晚上你们才要表演嘛，然后白天都可以在慢慢你知跑跳。道舞者白天就是要一直彩排，然后你根本没办法出去玩。我们去那边就是工作，然后回来没了。那我有听说你之前好像有接过一个比较私人的，要进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的，然后进去里面，然后搭电梯那种很神秘的地方的。你说有叉零的？哎，什么零？反正呢，那个店呢，它是比较像是私人招待所、男性会馆，等于是他们会点一些男生坐台这样子。所以都是女生在点。对，一个正方形，然后旁边全部都是那种薄纱的包厢。你说很像去泰式按摩之类的吗？有一点点类似，然后就有点神秘感这样。表演完之后，就是还有在加场 VVIP， 就是它有那种电梯上不了的地方，它要藏在一个某个感应到那个内部人员会知道，就是好像是电影哦。那个按键是平常一般人不会知道的，就是你要，例如是把那个旁边掀开，然后按一下，哦，是吗？然后我们那时候去那个 VVIP 包厢，然后他们的那个人就跟我讲说，等一下进去，你看那个中间有一个人，你会很面熟。你真的要确定这个能说？这个当然不能讲，是偶像。小本本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能知道。这个真的不能讲，这个真的不能讲，是不是很精彩？他应该也是被带去的了。那天其实他有很多朋友，他也有塞我们小费，他很棒。当下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是真的站起来跳，没有啦。那你可以讲一些你跳过这么多场哪些令人称羡的事情吗？我们要真的诚信哦，不要给我在那边说什么，我想人家看我跳舞，听到这个我会生气哦。哎，我必须说，我之前最爱的一个地方是重庆，因为吃麻辣锅吗？吃的吗？也是吃的。我去死！因为那时候我是跟小冠去的，他们那时候安排的酒店是希尔顿酒店，哇，星级的。我们那时候一落地，他们店家人就在机场门口等我们，然后接我们去饭店。接机。隔天睡到中午，他们就电话就来说，你们要去吃饭吗？然后我就说，哦好啊。他说，哦我们10分钟后到楼下。天哪，GoGo 平常不会有这样的。要看哪一些地区。对对对，比较高级的就会。像日本，他们也会带我们去吃东西，然后也会把我们服侍，就是非常好。对对对，照顾我们的非常好，就是很怕照顾不周到。然后像重庆，他就是我们那时候住希尔顿，然后又接我们去吃饭。更夸张的是，那时候呢，我们去吃一间名店，是麻辣火锅店。他们早在我们要到那边之前，就已经请人去排队。我们到那边就是直接进去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像明星一样，很羡慕哎 ，dancer， 你看他的表情，真的完全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的。那我想请问一下雅蒂 ，GoGo 这3年来有什么样的让你开心的事情？钱很多啊！我要听一些比较好玩的。你说 GoGo 里面吗？对，有啦，我也是跟那个他妈玩得很开心。他妈，他带他妈去玩呢。他本人呢？他本人在后面笑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一天我记得你也在吗？跟他妈大玩，他妈大热舞，也太有趣了吧！哎，我要分享一件我自己发生的事情。那时候我在游轮上，第一次的彩虹游轮，因为那时候好像是票卖不完，所以他们有卖给一般家庭。它其实也是还是彩虹游轮，只是他把票卖要友善一点，比较友善。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有那种带着老人家，是全家出来玩
团这样子，有一个妈妈，她就把她的爸爸那种已经看起来60、70岁的阿公，跟我们跳 GoGo 这样，他就真的开始跟我们大热舞，然后我那时候还做出一些比较火辣的动作，可以表演一下吗？就是有一点，说例如这样吗？对，有点类似这样。你知道那时候其实让我蛮感动的，是因为后来结束之后呢，那个妈妈来团跟我讲，她很开心，她已经好几没站起来过，不是啦。不是，他说他已经好几年没有看他爸爸玩的这么开心。我觉得当下我是蛮有成就感，就感觉你启发了一个，我讲到启发，你说知道自己喜欢男生吗？当天我就觉得那件事情是很有意义。不是只是一般的跳舞，就像有忧郁症的小孩去看了演唱会都就突然没有忧郁症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心打开来了。那你们跳这几年来有遇到哪些挫折、挫败吗？或是不想再跳了？你既然以前是设计师，然后你现在还把工作辞掉，是一件很令人下可的事情。毕竟本来是一个稳定工作，挫折可能就是会觉得说 ，GoGo 其实大家都是看脸蛋跟身材啊，对。那你总有一天会被看见。你在舞台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想理你的时候，那时候很挫哦，就会有点落寞的感觉。因为大家喜欢看新的人，一定的嘛。像日本就很竞争，他们日本在全盛时期的时候，是1个礼拜就会有一批新的 GoGo 出来。这么夸张，1个礼拜，每个礼拜，他们汰换率很快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那种比较心态。这个活动有邀请你，然后那个谁跳比较好，那个什么身材对，或是大家都是去找他拍照什么的。当下其实你就会觉得说，好了，反正我就是来赚钱。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那种感觉，我最讨厌。对，我是无业，对，帮我拍。OK， 以后拍照就是帮我拍照。我之前就有被认错过啊，他就说你是那没有，他就说你是那个谁谁谁吗？我就说不是，他在那。就想说会不会做人啊？那你有挫折过吗？这3年很简单的身材，你有真的为了身材而挫折吗？很多次，好不好？真的都不知道。看到谁而挫折？刚出来的人，身材恐怖成那样，会跳舞啊。竟然超下次机会到，我觉得这集太失控了。那你们这几年表演有被吃过豆腐吗？肯定，好不好？是怎样吃豆腐啊？我有一次表演是那时候我在台上跳舞，他那个舞台是架高，他就有点像 T 台，然后我走到 T 台最前面，然后一个女生她就喝醉，她就抓着我的内裤往下扯，那你不就当场曝光了？我是瞬间，我真的当场曝光。然后重点是因为他指甲有做那种不知道是水晶指甲，我换回去这边是一条线3条。上礼拜吧 Ted 就是一样，想要吃豆腐，我觉得没关系。通常客人吃豆腐，我们会有点像是抓着他的手来，对，这样 OK， 对，这样 OK。对，可有些客人他是失控的状态下，他就会直接这样扯。那你呢？有一次我在贝哦，那个客人就说要给我5000块小费，叫我脱下裤子。让他们那边的包厢人看鸡鸡，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。我也有过我是这样，他是直接拿1叠千钞，他就说摸一下，一个女生，然后我就这样把那内裤给他这样，然后他就伸进去，真的就是这样抓了一下出来。可以摸吗？你就给他摸了，你的一定比较多。我觉得我们因为我的才5000 ，Hello， 要6000吧？你7000好了，7000好了，可是我就觉得平常我也是被客人这样，有时候我没有去防的时候，我也是被这样抓了一下。你倒不如就是好好说，你懂意思吗？他也不是这样子，他也不是这样子，他就真的，他就只是这样，就这样而已，就开心了。OK， 然后7000块。真的是7000，真的7000。我刚刚你猜中价码，以后这个价码公定价。他其实也是尊重，他就是有钱没地方花。我那个还有下文，我说我不要，他做什么事情吗？什么？他拿他的口香糖粘在我的头上面，然后丢1000块给我。傻小，很不礼貌超过分。而且重点是我回家洗不掉那个口香糖，我不知道他吃多久了，超可怕哦。然后这是飞雷的啊，飞雷的，我有画面啦，我有画面。那你有想对未来想做 YouTube 靠背啊？想做 YouTube， 你想讲自己牺牲是吧？那你有想对未来想跳 GoGo 的人说什么？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好像 GoGo 见好声就好了，就是你懂啊。可是你知道跟要有自信，对，自己跟客人互动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你会看到像我就不适合，我这么尴尬。我要摸客人哪里，还是我让客人摸？你要摸客人哪里？我要干嘛？就是你会不知道自己到底上台能干嘛。但是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你们就是在台东就有钱。除了你要有自信之外，你要掌控得到这整个场地的
感对的氛围。你真的是要会读空气，你要知道哪个客人会给你钱，你要闻到钱的味道。而且就是有时候厉害。你想要当 Go Go Boy，其实没有这么的严格啦。我说实话，因为你只要有自信，你觉得你自己有办法掌握住全场的焦点，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对，但大家都觉得好像一定要会跳舞，还是其实那才要炸。其实没有啦，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。跟陈雅蒂没有。对啊，我也很瘦，晚上你可以拿到很多哦。希望大家对于 GoGo 有就是更好的看法，然后如果有什么想法或是想了解的话，在底下留言。这边左上角有他们的 IG 可以追踪他们。希望你们就拜拜。拜拜。